大家好，今天视频跟家人们分享一下，昨天视频有提到的短线比特币很重要的这个举行的3个高点的位置 28.8K， 利用这张图片来跟家人们讨论一下主力的意图 28.8K 我们要怎么去揣测，或者今天再来跟家人们分享一下，昨天是有提到目前比特币的这个位置有可能很像20年7月份的这个位置，下一次的买点要怎么来观察？今天再来聊一下15年当时买点的位置。其实周线里面只要超级趋势指标，趋势在的情况下有压回这个趋势指标的位置，就是下一次的买点啊。所以目前的话有可能还是在整理。那我今天再来利用比特币大长线波浪理论周线里面的浪形，再来跟大家判断一下有可能上涨的高位会到哪一个位置，以及这2天也是有看到消息，美国国会议员也是在督促 SEC 证交会主席赶快批准比特币现货的 ETF。 这个 ETF 很多人可能不明白 ETF 到底是什么，那我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复盘之前可以对我们的 YouTube， 也可以我们邀请链接注册交易，或者有用我们邀请链接注册过的朋友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社群，帮你拉进 VIP 组，上面有更多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聊一下昨天有提到的，就是比特币它这个箱体啊，箱体的高点位置其实大约就是在 28.8K， 包括整个趋势的一个 20MA 是我们散户的生命线。散户生命线昨天是踩了一次没有破，本来是担心最近到底会不会调整，也就是我昨天跟大家讲的，它不能破到这个 28.8K 里面。既然这个箱体的举行类似上一次的这个箱体举行，它是连续的反复挖空方的陷阱，多方的陷阱，后面是又挖空方的陷阱上去啊。那现在的一个位置我们也要反一点，就是这个位置目前有可能还是在震荡。好的一点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其实昨天的量能，它上涨的量能是有把这一个下跌的量能全部给盖住。至于会不会过高，那我等下来跟大家聊一下周线里面比特币波浪理论有没有可能会干到36000美金。我们先看一下这张图片哦，也就是比特币从20年到21年，或者是到22年，整个2-3年的很重要的一个上方，其实这整个都是一个大箱体。前面是在 20K 的时候是有跟朋友们讲过，其实 20K 下方我估计全部都是坑啊。那现在坑已经是反上来了，反上来我们要思考一下，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支压转换的位置就是这一根 K 线下影线，它是跟20年当时，这是21年初啊，就是20年底的时候，当时是有预期美联储要开始加息，就是这一个点位跟这一个点位反复测试了1次、2次、3次、4次、5次、6次，接近7、8次啊。我们要思考一下，主力在 28.8K 它是3年的时间测了7、8次才被它给跌破，跌破完以后，那现在这一次既然是过了，我个人观点是大长线还是不变哦。这个大箱体它下面全部是挖坑，那既然是能反到箱体，大长线我个人观点它肯定会翻到这个箱体上沿，就是69000，肯定是未来是要去突破。但是就整个中线我们要思考一下，它不能回到这个 28.8K 下方。如果回到 28.8K 下方，那么也要思考一下，既然当时是一个支撑都测了7、8次，那如果短线万一是真的回到 28.8K 下方，我们要思考一下主力有没有可能再反复的测试，测个几次这一个 28.8K 才会回上去。然后再来跟大家聊一下昨天有提到的比特币在周线里面，我们尽量看它的趋势哦。这个超级趋势指标其实就是趋势啊。目前自1月初的时候出了一个 buy 的信号，这个位置其实是应该追的，因为以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跌了1年多你不要去做空比特币，跌了1年多，历史上有这种经验啊。我们可以看一下15年是不是也是一样，跌了1年多，在周线里面第一次出buy信号的时候，该追还是要追，或者是如果追没追到，那我之前不是有一次 20K 的低点，就是因为它压回到这个周线里面，就是这个趋势指标已经向上的情况下，有重新压回这个趋势指标的时候，该做买入的动作还是要大胆的给我买啊。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其实历史上15年的几个位置买点是很多，非常的多，整波大牛市每一次压回这个
趋势指标的位置。比如说第一次突破它有没有压回，这一根 K 线就是在压回趋势指标的2次买点，或者是这是3次买点，或者是这个也是压回的买点，这个也是压回的买点，全部都是买点。当然如果来到高点了以后，比如说它涨了几十倍的位置，我们就尽量利用前几天有跟大家讲的，像这种高点的位置 RSI 指标，比如说在分流里面，像这几个位置都是在90的 RSI， 所以有时候可能高点的时候有压回，我们也要尽量小心它是不是要破这个趋势指标。然后我们来聊一下比特币上涨的目标位，前面是有跟大家判断过，第一浪我的观点是也不排除会不会去36000啊，因为36000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就整波比特币熊市从69000的高点到这一次熊市底部确认了这个15000，它很重要的一个上涨的目标位 0.382 的一个压力区大约是在36000附近一般历史的经验，第一波上涨有可能会涨幅相对比较大，比如说像这个位置它都不止我们可以看一下17年到这个19年，它上涨的目标位都超过了这个 0.382 的这个高位，甚至达到这个 0.618。 那我们可以观察一下现在的整个浪形里面，因为也是一直在数浪前面是有跟大家讲，如果它真的依然要干到36000，或者是直接去这个 N 型的高位，是不是在47000、48000附近，也是不排除。那我们现在要数一下它的波浪，因为有好几种数法，我看到市场上浪形是很多，我个人的一个数法是这边是不是1、2，然后3到这里，4到这边，无浪可能还没有结束，但是市场上也是有不同的数法，比如说目前的整个波浪，我们可以看一下这边是不是一个1、2、3、4、5，如果是真的是1、2、3、4、5到这个位置 31K 或者是 32K，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位置的压力？就是我刚刚跟大家讲的，我的观点是不排除，我们要防一点主力在这个位置到底是不是要继续测那个 28.8K， 会不会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会不会开启一波大级别的更大的一个上浪。包括也是有看到一些其他的观点，这边感觉是有一个上升楔形所以最近先观察到底这个位置会不会横向整理来化解，感觉是有一个楔形的结构。然后我们来聊一下这一个比特币现货 ETF， 其实如果能批准，对整个比特币是非常大的一个利好。很多人可能不明白什么是 ETF，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它就是指数被动型投资基金。要知道股市里面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买过指数 ETF， 比如说纳斯达克的 ETF， 它也是有在市场上交易，而且巴菲特以前也是有讲过，如果不会投资的一些朋友尽量去买指数的 ETF， 它就是被动的利用这些资金去投资指数里面的那些成分股，而且 ETF 它是直接在交易所里面交易的。所以我个人观点，如果真的能批准这一个比特币的 ETF， 对比特币来讲是一个大利好，因为既然是比特币现货的 ETF， 它投资的标的就是只能是这一个比特币的现货，其他的品种都不行它可以直接在交易所里面买跟卖，而且一天可以买入跟卖出不下几十趟或者是几百趟，反正没有限制的。不同于那一些其他的基金，你如果在银行去认购或者是赎回的那一些基金，可能一天只能一次个人观点，后续我们尽量去观察这一个美国现货的 ETF 到底会不会批准，或者是还有一个目标位，我们也来思考一下。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它这个大头肩底的形态，现在已经是这个颈线是确认突破了。突破完以后，目测的一个上涨的目标位，以往的经验，像这种这么大的一个头肩底，它突破的话，也是不排除从这一个颈线的位置是$25,200美金，那底部的位置是在$15,400美金附近所以从这个位置上去再翻一个10000美金，也有可能不排除会不会达到这个36000。只是短线这个位置这几天先观察吧，这个位置到底会不会整理一段时间，然后有没有可能再去突破那个36000，或者是真的就类似波浪理论，如果这边真的是无浪已经达到了，有没有可能会不会整理时间会不会拉长，甚至还有没有可能压回，或者是再去踩这个颈线，因为颈线到现在都没有测过。最后还是一样，可以对吗？ New to